模拟考试中，我突然觉醒系统，可以听见试卷的心声，但是激活系统的条件是我必须连续5次模拟考倒数第一。班主任、栓头猪都不只考这么点分数，学霸同学，我们班不欢迎你这样拖后腿的垃圾。班花，以后别送我回家，我怕同学误会。呵呵，这帮目光短浅的人等着被我打脸吧。高考现场，我成功激活系统，直接照抄答案。高考成绩发布，我的恐怖分数顿时轰动全国。张琪，语文32，数学36，英语41，理综53，总分162，全校排名倒数第一。就是栓头猪也不只考这么点分数吧？我教书育人30几年，还没有碰见过这样的学生。这节课自习，张琪跟我来办公室。讲台上，班主任老李看我的眼神寒气逼人，估计想刀了我的心都有。而随着班主任宣布完我的成绩，潜伏在我脑海中的系统声音响起：叮，恭喜宿主成功拿下2月模拟考全校倒数第一名，系统已激活40%。我叫张琪，是一名即将参加高考的高3学生。高3下学期第1次模拟考时，我突然觉醒金手指，被系统绑定。绑定我的系统叫做考神系统，能力是可以在考试时倾听到试卷的心声，相当于手握作弊器，随时可以获得标准答案。但是激活系统的条件是，我必须在接下来5次模拟考中全部拿到倒数第一。得到系统前，我在班里的成绩是稳稳的第1名，全校可以排进前10。即便如此，以我的成绩，高考最多也就普通985水平。而眼下，只要我假装在5次模拟考中摆烂拿下倒数第一，就能激活系统，将来在高考中一举夺魁，彻底改变未来人生。我毫不犹豫地接受挑战，在第1次模拟考中以198分的成绩如愿拿到倒数第1名，将系统激活进度提升到20%。加上这一次模拟考，系统目前已被我激活到40%。只要再拿3次倒数第一，我就能彻底激活系统。不过那是下一步的事，眼下我要考虑的是怎么面对老李的狂轰滥炸。王恒，你实在是太让我失望了。本来按照高3的复习计划，只要你再加把劲，查漏补缺，未必没有考上985的机会。可你是怎么做的？不光不进步，还大踏步后退。看来上次模拟考后，我跟你说的话，你是一点都没有听进去。读书苦，读书累，那是为了以后不流泪。我看你也不像有病的样子，怎么成绩就突然急速下滑？飞机失事的坠机速度都赶不上你，咋的？自由落体呀！既然你选择自甘堕落，老师也没有办法帮你。班主任老李唾沫横飞，一脸恨铁不成钢的样子。说实话，老李虽然过于严肃，总爱板着个脸，但他对待学生还算认真负责。以前他从没有对我说过重话，看来这次是真的对我失望了。面对他的批评，我无力反驳，选择当个鸵鸟低头不语。毕竟，我总不能告诉他系统的存在吧？等到高考我一鸣惊人后，他自会知晓我现在不过是故意为之。回到教室，班长肖俊站起来轻咳一声，吸引到所有同学的注意。同学们，这次我们班总体而言考得非常不错，除了个别人严重拖了后腿。肖俊话音未落，大家把目光先移动到朱康明朱胖子身上，而后又不约而同聚集到我身上。要说拖班级后腿，300分以下的只有朱康明和我，而我准确来说已经是200分以下。我知道肖俊这小子其实在针对我。朱康明的成绩常年稳定在250分左右，以前怎么不见肖俊说他在拖后腿？高中前2年半，班级第1名的位置被我牢牢占据，任凭肖俊如何挣扎，都逃不过千年老二的名号。要不是我不愿意管班级的破事，班长这个职位根本轮不到肖俊。自从上次我摆烂考到倒数第一，肖俊这才翻身做主，第1次拿到第1名的头衔。那时他摸不清情况，
还不敢太过嚣张。如果说一次可能是偶然，那么2次足够证明我彻底跌落神坛。这次模拟考，肖俊再次夺得第1名，春风得意的他再也忍不住开始阴阳我。要我说，某些人以前考得好，靠的肯定是作弊，只不过手段隐蔽，没有被发现。现在模拟考试监考严格，那些作弊手段使不上就原形毕露了。可惜现在的我早已适应同学老师异样的眼光，跟他们不在一个维度上的我，完全可以做到无视一切。反正他们迟早会被我狠狠打脸。见我并没有恼羞成怒，肖俊犹如一拳打在棉花上，没有得到想要的效果。他马上转移话题道：“为了庆祝大家取得好成绩，我决定个人出资，请班上所有同学喝可乐。有想喝可乐的同学请举手。听说有免费的饮料喝。”班上同学异常兴奋，除了我，所有同学都举手了。好几个男同学自告奋勇要跟着肖俊去超市帮忙搬饮料。肖俊没有急着去超市，而是再次把矛头对准我：“张琪，虽然你拖了班级后腿，但是我能2次拿到第1名，还得感谢你。你要是不想喝可乐，我可以给你买别的饮料。”这家伙，瞧他嘚瑟那样，我给他省钱，他还得咄咄逼人不罢休。既然如此，那我就不客气了。这可是你说的，我想喝瓶装的星巴克咖啡，你要是嫌贵请不起，当我没说。我们学校超市最贵的饮料就是星巴克咖啡，售价高达18元每瓶，足足抵得上6瓶可乐。昂贵的价格导致它名声极大，销量却极差，没几个高中学生消费得起。果然，听到我说要喝星巴克，肖俊脸色难看得像吃了苍蝇一样。朱康明，你不也应该感谢人家张琪吗？现在机会来了，张琪的咖啡你来买单，我就不跟你抢了。肖俊坏归坏，但他的脑子确实灵活，不想请我喝咖啡。他把主意打到朱明康身上，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朱明康压根不知道自己被利用。他爽快答应下来，没问题，不就是18块钱吗？小意思。朱明康继续说道：“要不是张琪，我还得继续当倒数第1。就因为这2次我进步了1名，我老爸一高兴，给我的零花钱都多了不少。”肖俊见阴谋得逞，又嘚瑟起来：“张琪，要我说，你以后就跟朱明康混得了。人家朱明康可是县城里有名的富二代，家里资产丰厚，哪怕高考成绩再差也有学上。听说他爸还考虑送他出国留学，就算留在国内，大可以花钱读专科。你这样下去，连专科学校都不会要，到时候让朱明康家里帮忙把你弄进同一个学校，等朱明康大学毕业继承家产，你跟着他做个跟班司机啥的，连工作问题都顺带解决了。”朱明康这个猪脑袋没听出肖俊的阴阳怪气，还满脸兴奋地鼓掌认同。这家伙以前都是雷打不动的垫底，我为了抢下他的倒数第1，我还费了不少心思去控分。只不过人家有个大老板爸爸，成绩再差学校也得哄着他。看着这俩傻帽，我冷笑道：“你们就这么看不起我，觉得我连个专科都读不了？万一我考上清华北大了呢？”肖俊捧腹大笑起来：“哈哈，你特么笑死我得了！还清华北大，清华同方和北大青鸟还差不多。你知不知道咱们学校已经好几年没有出一个清华北大了？就你个倒数第1，还敢口出狂言！我看你病得不轻，你能考上清华北大，我倒立吃屎都行。”我等的就是肖俊这句话，这可是你说的。肖俊浑然不知掉进我的陷阱。对，我说的。我们的针锋相对在班主任到来后结束，最后10分钟，我们将进行座位调整。张琪，你先去最后一排角落待着，其余人按照这次模拟考成绩自由选择座位。坐上与簸箕扫把为伴的宝座，意味着被彻底放弃，只要不影响到其他同学，想做什么都行。不过这正合我意，反正我只用安心混到高考就行。放学前，一阵香风飘到我面前，我抬头看去，来人正是班花杨思涵。
18岁的杨思涵就像一朵含苞待放的鲜花，娇艳欲滴，清纯可人。她的身体发育初见规模，2条大长腿显露出极好的身材比例。以后别跟我一起回去，我怕同学们误会。冷冰冰的一句话从杨思涵嘴里吐出，似凛冽彻骨的寒风。杨思涵跟我住一个小区，高中2年半，我俩几乎每天一起回家。说她是我的白月光，一点不为过。以前我品学兼优，她娇俏可人，很自然地被对方吸引。她的成绩不好，我不遗余力帮她补习，硬生生把她的成绩从班级中下游拔到上游水准。我们俩暧昧的关系，老师也知道，因为没有产生负面影响，老师没有过多干涉。就在年前，我俩还约定一起考上同一所大学。为什么？是因为我现在的成绩太差吗？我问他。前几天我俩一起回家时，我就感觉到他对我越来越冷淡。我知道俩人之间出现裂痕，本以为高考后这道裂缝自然会消失，没想到等不到高考结束，杨思涵就要斩断我们之间的关系。这比同学的冷眼、班主任的批评、肖俊的嘲讽对我的打击加起来都要大。好啊，悲伤过后，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能提前看清杨思涵的真面目，对我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晚自习结束，校门口，我远远地看到杨思涵以及他身旁另一道熟悉的身影，那不是肖俊吗？呵呵，这2人竟然搅和到了一起，婊子配狗，天长地久。我暗骂一声，转身离去。回到家，老爸和老妈都没有睡，家里气氛凝重。老爸在沙发上抽闷烟，老妈双手叉腰，眼含煞气。我心里咯噔一下，爸妈，咋回事？你们这是吵架了？其实我心里明白，纸包不住火。老爸老妈怕是知道我考倒数第1的事了。果然，老爸开口道：“刚刚你们班主任打来电话，说你连续2次模拟考试全校倒数第1，你来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还想不想考大学了？全校几千学生，我儿子连续2次倒数第1，你让我这张老脸往哪搁？”老爸老妈平常对我是放养的态度，学习全凭我自觉。事实上，我也很少让他们操心。我的学习成绩不错，在学校从不惹是生非，他们对我非常满意。只要我按部就班，考个好点的大学就够了。上次模拟考倒数第1的事，我没跟他们说，班主任也没说，所以老爸老妈压根不知道。这次班主任痛下杀手，给我爸妈打来了电话。当然想，你儿子不仅要考大学，还要考最好的大学。我斩钉截铁地回答道。奈何老妈不相信，你爸跟你说正事，别嬉皮笑脸。我摇头苦笑道：“妈，我是认真的，您别不信啊。琪琪，你实话跟妈说，你是不是在跟雨涵这丫头谈恋爱？”老妈目光如炬，逼问道。我不明白老妈为什么会这么问。你别以为爸妈什么都不知道。你爸上次瞧见你跟雨涵一起回来，2人小手都拉上了，肯定是你们俩的感情出现问题，所以导致你无心学习。爸妈都是从你这个年纪过来的，不是反对你谈恋爱，等过几个月高考后再考虑，到时候爸妈会支持你。听完老妈的解释，我哭笑不得，老妈实在太能脑补。妈，您可真有想象力，您不去当导演太可惜了。爸妈，实话告诉你们，其实是我身体出了点问题，不能用脑过度，否则脑袋剧烈疼痛，像要炸掉一样。所以这2次的模拟考试我都没法用脑，只能扔橡皮做选择题，结果就考了倒数第1。没办法，我只能先编个故事稳住老爸老妈。听说我身体出毛病，老妈一脸关心。啊，这么严重啊？你这孩子这么大的事咋不跟我们说？是爸妈错怪你了。明天咱们就去省城好好检查治疗。我忙说，不用了，我已经做过详细检查。您看我不是好好的吗？只要这段时间不用脑，我就跟正常人一样。医生说我需要静养一段时间，在高考之前应该可以恢复。为了证明我所言非虚，我使劲蹦了几下。
老妈这才相信，得知我身体不适，她转过头来安慰我。相比学习，爸妈只希望你能健健康康。我用力点头，爸妈，你们放心，高考我一定会给你们一个惊喜，希望你们不要被吓住。我在心里默念道，编个善良的谎言，总算搞定了老爸老妈。从此我可以安心摆烂。接下来在学校的日子里，我直接在课上睡觉、玩手机、看小说。老师和同学已经习惯我自甘堕落，没有人管我，没有人烦我。往后的3次模拟考，我一次比一次考得低。5月份的模拟考成绩甚至冲到了100分以下。在我的不懈努力下，终于系统声音传来：丁，恭喜宿主成功拿下5月模拟考全校倒数第1名。系统已激活100%，系统终于激活。我长叹一口气，不容易呀。6月7日上午9:00，高考正式开始。去考场前，老妈不放心，拉着我再次问道：琪琪，你确定身体已经完全恢复了吗？要是还有啥不舒服，咱们就不考了。老爸也点头附和：是啊，大不了明年再复读，实在不行，以后自己做点小买卖，当个普通人也行。爸妈，你们放10000个心，在家好好等我就行了。我拍着胸脯保证道。高考第1门考试，语文，拿到试卷后，我马上把考神系统召唤出来。第1道选择题，我刚读完题，系统声音马上响起：想啥呢？这么简单的题，选 D 呀。第2道选择题，急死我了，这题选 C。不用任何思考，试卷的心声直接在我脑海中响起。果然，苦等的考神系统没有让我失望。我毫不客气地把所有答案填写上去，低调，不存在，拥有系统在身，我高低得考个省状元出来。如果不是怕太过轰动，我真想把语文试卷整个满分出来。下午的数学考试，我如法炮制，直接按照试卷的心声填上标准答案。第2天上午的理综，我又放了点水，没有拿满分。下午的英语则跟数学卷一样，直接满分安排。我几乎可以预料到分数出来后，我那惊世骇俗的高考分数将会引起怎样的轰动。高考完成后，我打算去乡下外婆家玩几天，舅舅和舅妈住在附近的村子里。我到的那天，他们也都在。外婆见我回来非常高兴，外公拉着我的手问我：琪琪，高考考得怎么样？准备读什么学校？西装革履，一副老板打扮的舅舅也凑过来，是打算报省内还是省外的学校？985还是211？说出来老就给你参考参考。我随口回答道：还不知道去呢，可选择的学校不多，等分数出来再看吧。我并没有说错，国内我可选择的学校只有清华和北大。可这句话在舅妈嘴里变了味，只能考个100-200分，那选择当然不多。依我看，琪琪你还是花钱学个技术，以后修个车、理发头发，有个手艺，不愁没饭吃。100-200分，什么意思？舅舅不明所以，舅妈嗓门打开，提高音量。我有个牌友的孩子就是在一中读书，他说琪琪在学校出了名，不是因为成绩好，而是成绩差。说是琪琪连续5次模拟考试全校第1，还成了每个老师嘴里的反面教程，在一中想不知道都难。我实在听不下去，辩解道：舅妈，那是模拟考，又不是高考，模拟考都只能考100-200分，高考还能翻身吗？别跟舅妈说你是故意考砸的。舅舅从舅妈嘴里听闻我的事迹，马上变脸：高考100多分还读什么书？哪个学校会要？读了也是浪费钱。正好你表哥在广东开了个服装公司，就去他那里帮忙。看在家里人份上，算你每个月3500块的工资，你可别嫌少。像你这样刚出社会什么都不会的愣头青，在别的厂能拿到3000块就不错了。我懒得跟他们废话，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可他们似乎不愿放过我。等我去后屋蹲厕所时，听到了舅妈和舅舅谈论我的对话。舅舅，你的消息准不准呢？我记得琪琪的成绩不是很好吗？还说经常考班里第1名。舅妈，
那都是去年的事了。刚开始我也不相信，我打电话问二姐，她支支吾吾默认了。舅舅，那就是真的，全校倒数第一，真够丢人的呀。舅妈，听别人说他是抽烟喝酒打游戏还早恋，像这个样子搞哪有心思学习？小豪，你可别学你琪琪表哥，离他远点。表弟，哦，偷听到这一切的我恨得牙痒痒。他们谈论我成绩滑落，没有一点点惋惜，语气里充满幸灾乐祸的味道。以前我在家族后辈里是学习的榜样，现在却成了家族里的笑话。所谓的这些至亲，竟是如此的趋炎附势，爱慕虚荣。希望等我的高考分数出来，他们还有勇气这么说。6月25，高考出分日，学校提前通知过我们到教室集合，班主任会带上笔记本电脑给我们现场查分，之后再集中讲解填报志愿的事宜。我出门后没有第一时间去学校，而是去网吧按照准考证号查询成绩。您的成绩已进入全省前20，具体分数请稍后查询。好吧，今年查分竟然还玩这么一出。等我来到教室时，班里的同学正围在班主任身边查成绩。当前查成绩的正是肖俊，这小子紧盯屏幕，手握拳头，满脸紧张。总分603分，卧槽，牛逼！人群里一阵欢呼。肖俊握拳庆祝，就连班主任都点点头，对这个结果表示满意。603分对于肖俊来说绝对是超常发挥。5次模拟考有难有易，肖俊没上过一次600分。按照往年录取线推断，603分几乎能上所有的211院校，差一点的985也有戏。发挥一般吧，好几道平常能做出来的题这次没做对，不然我的分数还能再高点。肖俊的凡尔赛又得到同学们的吹捧。思涵，你也来查查肖俊这小子。思涵都喊上了，看来两人关系进展神速啊。558分，刘思涵对这个分数挺满意，超一本线没有问题。他当下就问肖俊，到时候我们报考哪一所学校？那个填报志愿的事，我得问问我妈。肖俊不敢在这个话题上过多纠缠，我看得出来，肯定是肖俊追刘思涵的时候承诺一起上同一所大学，当时不过是一时口嗨，现在他超常发挥，自然不愿意屈尊普通一本。不一会，在场同学几乎都查完了分数，朱明康是查出来的最低分，278分，比他任何一次模拟考都高。朱康明自己也对这个结果很满意，反正考多少分他都无所谓。张琪，你要不要查下分？肖俊故意友好地问我，他不过是想看我的笑话。查了，我淡淡地回答道，100多分还是200多分啊？查不出来。我如实回答，我没有说谎，奈何他们不信，肯定是你输错号码或者网址了呀。肖俊话未说完，一群人急匆匆地涌进教室，为首的是学校校长，此外还有副校长、年级主任以及一帮气势强大的陌生人。李老师，清华大学招生办黄主任点名要来找你。校长面色潮红，大口喘气，拉起班主任的胳膊，带到一位中年人面前。黄主任，这位就是我们学校的李国平老师。校长低声谄媚道。黄主任热情地握住班主任的手。李老师您好，我们想找您的一位学生，清华大学招生组。这种传说中的存在竟然出现在眼前，教室里所有同学都懵了。黄主任，不，领导，您要找谁？班主任似乎还没有回过神来。我们要找张琪。黄主任说出我的名字后，现场瞬间安静下来，简直落针可闻。所有人像看怪物一样不约而同地看向我。如果说刚刚他们只是懵了，现在他们直接傻了。太好了，你就是张琪同学吧？请务必加入我们清华大学。黄主任亲切地握住我的手，他的话也把众人从震惊状态中拉回。尽管不相信，但现实告诉他们，清华大学招生组找的真是我。能让清华大学招生组上门的，至少也应该是状元的水平吧。
但是今天上门抢人的还有清华招生办的主任，这怕不是一个市状元就能解释得通。难道说是省状元？张琪同学，请等等！又是一群人冲进教室。我们是北大招生组，这位是我们招生办梁主任。瘦高的梁主任抢过我的手掌，紧紧握住。张琪同学，别急着做决定。他们清华提什么条件，我们北大全部跟上。又是张琪，这次来的还是北大招生组，清北两大名校齐聚。老梁，消息挺灵通的呀，这么快找来了。黄主任跟梁主任是老相识，对于老对手的出现并未感到意外。哼，还是你老黄神通广大，差点让你抢了先。两大顶级高校的招生办主任现场针锋相对，这简直闻所未闻，见所未见。校长强行压制住内心的激动。两位领导，请问张琪同学到底是什么情况？难道你们不知道张琪的高考成绩？黄主任问道。校领导齐齐摇头表示并不知晓。张琪同学的情况比较特殊，现在屏蔽时间差不多过了，应该可以查出具体分数来。梁主任解释道：“快打开查分网站。”校长催促班主任赶紧给我查分。除了提前知道我成绩的两大招生组，现场所有人都围观在电脑前，伸长脖子输入准考证号。出来了，出来了！语文147分，数学150分，理综298分，英语150分，总分745分。每一门分数出来，现场都是一阵惊呼声。等我的总分出来后，现场直接炸开了锅。卧槽，我没看错吧？疯了疯了！745！班主任和校领导也是倒吸一口凉气，被惊得头皮发麻。如果不是现场查询到，谁都不敢相信有人能在高考中考出745分的逆天成绩。这已经不能用天才来形容了，简直是百年难遇的旷世奇才。这个成绩不仅仅是省状元，全国状元都稳稳的。745分的裸分，所有科目的成绩都是第一，打破全国高考纪录。在此之前，高考裸分最高为734分，张琪同学直接提高了11分，创造了前无古人，估计也后无来者的恐怖纪录。当我听说今年有考生考出这个成绩时，表情跟你们差不多。要知道，今年全国一卷难度并不低。据我了解，目前除了王恒同学，全国卷理科最高分是705分，差了王恒同学整整40分。一位清华招生组的老师感叹连连。即使早已知晓我的成绩，现在说起来仍旧激动不已。张琪这样的不是奇才属于国家，不管他最后去的是我们清华还是北大，我都替他高兴。黄老这番话格局很大，让我对他的印象好上不少。感谢贵校培养出张琪同学这样优秀的人才。黄主任紧握校长的双手致谢，而后又拍着班主任的肩膀。一个小县城能走出全国高考状元，属实不易。我们国家就需要李老师这样的教育工作者。班主任被夸得有些不好意思，心虚地看了我一眼。我朝班主任点点头，示意他坦然接受这样的赞誉。换位思考，我可能做的还不如他。可想而知，班里走出我这样的全国状元，班主任将受益终身。感谢黄主任抬爱，我也没帮王恒同学太多，主要靠他自己。这时，一道不合时宜的声音在现场响起：张琪不可能考出这样的分数，他一定是作弊了。要知道，高考前张琪连续5次模拟考试都是全校倒数第一。说话的是肖俊，见我迎来高光时刻，他极度的发狂，无视校领导杀人般的目光，对我进行现场举报。这位同学，高考从出题到监考，阅卷有着严格的保密流程。你说张琪同学高考作弊，你有证据吗？质问肖俊的是清华招生组的一位老师，肖俊被吓得连连后退。在张琪同学的成绩出来后，出题、监控、阅卷相关领导为此开会分析过，一致排除了张琪同学存在作弊的可能性。
可他为什么5次模拟考试全都是倒数第一？朱霄俊不死心，抓住我模拟考的成绩，胡搅蛮缠。在这段时间里，又有人找上门来，过来的是携带拍摄设备的电视台记者。他们不知道从哪得到消息，想要抢先对我进行采访。看到记者手里的摄像机，我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既然有人说我作弊，那我就现场证明。高中范围内，任何学科、任何难度的试卷，我都可以现场答题。要玩就玩把大的，不然事后我火遍全国，少不了会被议论。何不趁摄像机在场，提前打消所有人的疑问？赶快把所有过程拍摄下来。记者嗅觉灵敏，立刻意识到这是个大新闻。校领导让各科负责人找来大量的模拟试卷，清北2大招生组老师联合挑选出一套难度极高的理综试卷。为了防止我提前知道答案，两方人马对试卷里的很多条件和数值做了修改。黄主任和梁主任甚至合力对物理最后的答题进行改动。物理最后一道大题有部分内容超纲，第3问你可以选择不做。我点点头，没有说话。拿到试卷后，摄像机牢牢对准我，我立刻召唤出考神系统。考神系统不仅能给出正确答案，还能为我详解所有步骤。这次我不停笔地把具体的步骤全部记录在草稿纸上，我有意控制答题时间。等到1个小时刚过，我停笔交卷。什么？这就交卷了？亲自挑选试卷的清北招生组自然明白这份试卷的难度，能用不到一半的时间做完，简直是匪夷所思。所有老师现场共同给我阅卷，选择题全对，填空题全对，解答题全对，生物满分，化学满分，物理满分。天哪，300分，绝对的满分试卷！好恐怖的知识量，好强悍的计算能力！谁再敢质疑张琪同学作弊，我跟你急！我现场做出的满分试卷把所有人征服。黄主任更为热情地邀请道：“张琪同学，我代表清华大学正式邀请你加入，什么条件你随便提。”梁主任不甘示弱，也邀请我：“张琪同学，我们北京大学也热情邀请你，同样条件由你说了算。”我没有先回答清北招生组，而是扭头看向肖俊。肖俊，其实那5次模拟考我是故意考倒数第一的，你们可以理解为我独特的癖好。作为同班同学，我没有想到你心眼这么小，恶意举报我高考作弊。我现在举报你高考作弊，你是不是也要现场证明下？还有，你不是说我要是能考上清华北大，你就倒立吃屎吗？我发自灵魂地拷问肖俊，哪里还招架得住？他情绪崩溃，当场哭了起来。这一幕我知道会被摄像机拍摄到，我就是要借此曝光，让他社死。报复完肖俊，我才说道：“各位老师先别急，具体去哪所学校，我还要征求父母的同意。那还等什么？我们这就去你家。”我没想到刘思涵这个时候凑了上来。我家跟张琪一个小区，我可以带路。刘思涵这个绿茶见我现在风头正劲，又粘了上来，我怎么可能让他的小心机得逞？我跟你很熟吗？滚去找你的肖俊！刘思涵故作可怜，渲然欲泣。张琪，我们恢复到以前那样好不好？你再想屁吃吧！以前的我你爱搭不理，以后的我你高攀不起。爸妈，我的高考成绩出来了，在家等我。我有重大的好消息宣布，提前给老爸打了个电话，然后我坐上校长的车，带着校领导、招生组和记者一行人直奔家里。我回到家时，爸妈已等候多时。为了让老爸老妈有个心理准备，我特意提前几分钟进门。老爸、老妈，接下来我要宣布的消息太过震撼，你们千万别被吓到。老爸和老妈还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老妈皱眉道：“你这孩子，什么事快说，搞得神神秘秘。你们的儿子高考考了700多分，清华北大没有任何问题。”我大声宣布出成绩，700多分，你是不是脑袋还没有好，都开始说胡话了？
老妈说着，把手放到我的额头上。张琪爸爸，张琪妈妈，我们可以证明张琪同学所言非虚。实际上，张琪同学考了745分，全国高考状元。清华北大招生组恰好出现，替我做出解释。你们是？老爸老妈满脸疑惑。我是清华大学招生办主任，特意前来招录张琪同学。我是北京大学招生办主任，同样是来招录张琪同学。接着我又把校领导、班主任还有跟拍的电视台记者介绍给爸妈。见阵仗如此之大，老爸老妈总算相信我成为高考状元的事实。我不是在做梦吧？老妈激动抹泪，老爸摸出一根烟，想平缓心情。突然想到领导们在家，又把烟塞了回去。面对老爸老妈，清华和北大的招生办各自提出条件争取我。这两所国内顶尖大学名气和实力不相上下，提出的条件也基本相同，能给我的都愿意提供。本硕博连读，学费全免，生活费补助，全额奖学金，独立单人间宿舍，以及10万块的一次性补贴，条件不可谓不丰厚。最后，我还是以偏向理科为由选择清华大学。当天晚上，我的高考分数被曝光，745的裸分成绩震惊全国，众多媒体纷纷转载。同时，关于我的越来越多信息被挖出，绝大部分人惊叹崇拜我，但也有极少数的质疑者。他们根据我模拟考试垫底的成绩，找出种种不合理的地方，还说就算模拟考试我在伪装，但是凭我以前展示出的实力，也不可能考出745的恐怖分数。我们高中连省重点都算不上，只是普普通通的县城高中，每年都难出一个清北学子，现在一下子出了个打破高考历史记录的学生，他们难免有所怀疑。针对这些质疑声，电视台记者把我当场做题的高清视频发出，狠狠地打了这些质疑者的脸。学校和政府也反应迅速，高中母校一次性奖励我5万现金，市政府奖励我50万现金，县政府奖励我家1套房子。铺天盖地的新闻自然传到亲戚们耳中，家族群里炸开了锅。他们自发商量，第2天来我家贺喜。翌日上午，我们家人满为患。舅舅说：“琪琪，今晚咱就去县城宾馆大摆宴席，把你的同学老师都叫上，舅舅买单。”我说：“不劳您破费，表哥挣点钱不容易，我何德何能？”舅妈说：“琪琪，暑假有时间，能不能辅导你表弟，传授他点经验？”我说：“不能，我抽烟喝酒打游戏谈恋爱，叫表弟离我远点。”第1个故事就分享到这里了，接下来的故事更精彩。我押中了高考大题，以满分成绩取得高考状元。在采访时，我资助的贫困生故意插嘴：“林佳，你说会考的题都考到了，你好厉害呀，真羡慕你，还没考试就知道考题，高考状元拿得轻轻松松，不像我，一题都没猜中。果然有钱人就是不一样。”就这样，同学骂我只会作弊，网友更是叫嚣取消我成绩，就连竹马和弟弟也心疼他而厌恶我。我被他们霸凌死了。死前，我还听到苏林一叹气：“哎，他只是被丢到海里淹死了，但他还拿走了我的状元名头啊！”再次睁眼，看着怯生生的求我帮忙押题的苏林一，我笑了。这辈子我要玩死他。林佳，你成绩那么好，你帮我估算一下，看看高考会考什么大题好不好啊？看着眼前怯生生的苏林一，我笑出了声。也真是没想到啊，竟然重生这种戏码也能掉我身上了。谁让我怨恨大，死后都恨不得把苏林一千刀万剐。前世我将苏林一当好朋友，他说他家境困难，连读书都成个问题。我爸妈说让我读完高1到岁就可以辍学去打工了，可我不想，我好想读书。林佳，我好羡慕你呀，你家境好，家里有钱，都不会有这种烦恼。你能不能帮帮我呀？我心软，主动用自己的零花钱为他付学杂费、住宿费，甚至连每个月他的零花钱都是我资助的。
可他不满足，又说羡慕我有好多朋友，而他却总是孤身一人。我便主动将他拉入我的圈子，介绍我的朋友、我的竹马、我的弟弟给他认识。他说他不会复习，央求着我为他押题，帮他复习。我便牺牲自己的刷题时间，为他讲解知识难点，为他划重点。后来高考的时候，我押中了2道最难的大题，以满分成绩取得了高考状元。在采访的时候，苏林一却突然闯入镜头，故意插嘴：“哇，凌家，你说会考的题都考到了，你好厉害呀，真羡慕你，还没考试就知道考题，高考状元也拿得轻轻松松，不像我，一题都没猜中。果然有钱人就是不一样。”我努力自证，班主任也以职业生涯为我澄清，学校更是发出声明澄清我的清白。可没人相信，其他考生依然骂我只会作弊，网友更是叫嚣取消我的成绩。我的竹马和弟弟也为了他的话厌恶我至极。我陷入了自证的死胡同，不停地为自己证明清白，换来的却是永无止境的网络霸凌。我不懂为什么素未谋面的陌生人对我有这么大的恶意，将莫须有的事情说得绘声绘色，将我塑造成了一个十恶不赦的罪人。我更不懂同窗3年的同学，明明知道我的为人，知道我的成绩水平，还要昧着良心诋毁我作弊，甚至我还被竹马和亲弟弟联手绑架，将我推进了大海，任由我被海水活活淹死。临死前，我看见苏林一依偎在竹马怀里，重重叹气：“哎，他只是葬身海里，但我的状元名头还是被他拿走了呀！”我怨气冲天，不甘心就这么被害死。没想到再次睁眼，就又看见了害死我的罪魁祸首站在了我面前，怯生生地求我帮忙押题。押题？我押他去坐牢行不行？我冷笑挥开了他手中的试卷。苏林一，老师都画了多少次的重点了，还押什么问题？努力刷题就是了。哦，不过就你这破智商，也别刷题押题了。你适合晚上数月亮，白天数太阳。苏林一脸色一白，不可置信地看向我：“你是说我蠢？那可不就是蠢吗？我前世还给他押题，都押中最难的大题了，他连个3本都没考上，怎么有勇气说出我抢了他状元名头的话呀？”我翻了翻白眼，毫不客气地推开了他：“你清楚就好，我对傻子的忍耐度不好，少跟我说话。还有，你耽误我的时间了。和你废话的这1分钟里，我已经可以做3道选择题了。”苏林一惨白着脸，怯懦地抠着手，眼眶微红：“凌家，可是你昨天不是还在帮其他同学复习吗？为什么我问你，你就不愿意搭理我了？我知道我家里穷，比不得其他同学的家境，可高考是公平的呀，你身为班长，不应该这么区别对待呀。”我冷着脸，直接将桌上的书本重重一摔，见全班人的视线都看向了我们这边，我才开口说道：“怎么，你穷你就有理了？你穷就能吃我的穿我的？我帮你资助你，你现在还反过来说我区别对待？我就没给你押题，你就这么诋毁我？那你占用了我复习的时间，你拿什么来赔偿我？你以为你4海之内皆你妈呀？处处都得让着你，以你为尊？那我平日对你这么好，也没见你叫我一声妈呀！”苏林一涨红了脸，支支吾吾半天，仰起头四处张望。下一秒，一个男生大步走了过来，将苏林一护在了身后。他愤然作色，指着我大骂：“凌家，依依不就是想找你帮下忙？你怎么还对他人身攻击的？你真恶毒！”我看着眼前的宋明，毫不犹豫地打了他一巴掌。班上的其他同学倒吸一口气，宋明捂着脸，不可置信地看向我：“你居然打我！”凌家，苏林一心疼地看向宋明的脸，哭得楚楚可怜：“宋明哥哥，你没事吧？”凌家，你这次实在是太过分了。宋明哥哥只是怕我被人欺负，想帮我说话而已。你怎么还上赶着就打人家一巴掌？就因为你家里有钱，就可以这么狂妄嚣张吗？我冷笑：“苏林一，你刚才不是还在说因为你穷，我看不起你，所以对你区别对待吗？
我这是让你好好看看呐，我可不是区别对待，而是对乱叫的狗，我都一视同仁，照骂不误。我双手插胸，冲宋明扬了扬下巴。怎么，宋明，你上来就对着我指手指，冲我大骂，我还不能打你了？你忘了宋叔叔是怎么教育你的？别一天跟个泼妇一样乱吠，懂不懂？林家你什么你？真当自己是宋叔叔的亲生儿子就可以无法无天了是吧？牛逼的是宋家又不是你，你在蛮横个什么劲呢？我冷眼扫视了一圈班上，看着其他同学忍不住耻笑，也就是这群不清楚真相的，还真当你背靠军区权势滔天，上赶着来巴结你。众人一听，脸色微变，不停地打量着宋明。苏林一更是诧异，小心翼翼地扯了扯宋明的衣袖。宋明哥哥，这是怎么回事啊？你不是红三代吗？宋明脸色惨白，一个字都吐不出来。他不是不能解释，是他不敢。他该怎么去和全班的人说？她不过是一个设计下药怀孕、享母凭子贵的女人所生下的私生子呢。要不是宋家秉承着孩子是无辜的这一点，捏着鼻子把宋明接回了宋家，宋明恐怕早就死在他亲妈手下了。可偏偏宋明自己不争气，从小到大不懂得提升自己，只知道贪图享乐。宋家那种军人家庭氛围，可不会花太多心思在一个扶不起的阿斗身上的。不过这些事，班上的这些人可不知道，苏林一也不知道。再加上宋明有意炫耀，大家都不敢招惹他。前世我被苏林一诋毁，班上的同学说我作弊就有他的手笔。宋明看班上的人都在议论他，面上有些挂不住了。他紧紧握住拳头，狠厉着眼，低声警告我：林家，你注意一点你的说辞，否则你别怪我去告诉你爸妈。我当场笑了起来，多大的人了还告家长？你告我啥？是要告诉我爸妈？你这个自己成绩都不咋样的，还有资格来教育我、威胁我了？还是告诉他们，你为了让你爸多看你几眼，从小就有意接近我刷存在感。可惜有什么用呢？你爸是把我当亲女儿疼，可没把你当亲儿子宠啊！宋明彻底生气了，直接将手高高举起。他的手还没打下来，一旁的苏林一又给自己加戏了。他冲了出来，挡在了宋明面前，义正辞严地教育着我：林家，你实在是太过分了。就算你和宋明哥哥是青梅竹马，但你也不能将宋明哥哥的私事搬出来说，宋明哥哥会很伤心的。你看不起我也就算了，不愿意给我押题我也不在乎了，但你不能欺负宋明哥哥。好，还给我演起来了，当自己是琼瑶剧女主呢。但显然宋明对此很受用，他一脸感动地看向苏林一。依，我当即翻了个白眼，两位戏这么多，要不要给你们原地搭个戏台子啊？自己跑来找骂还有理了。班上的人都不是傻子，看刚才宋明被我对得哑口无言，再联想我说的话，都明白了过来。有胆子大的还直接吐槽起宋明和苏林一。班长说的对啊，不就是没帮他押题而已吗？至于在那里阴阳怪气班长吗？搞笑得很咧，一口一个自己穷说别人看不起他，那也没见他平时靠学习改变自己的人生啊。我早就想吐槽了，我跟苏林一一个寝室的，他老是大晚上跟好几个男生打视频，真的很影响我们复习。跟他提意见，他也是一副受害者的模样，说我们因为他家里穷看不起他。我真的是服了。有些人还想英雄救美，结果被啪啪打脸。之前在我们面前多嚣张啊，还威胁我们必须听他的，不然就要让他家里人搞死我们。原来都是虚张声势啊！宋明哪里被人这么议论过，愤愤不平地瞪了我一眼，脸色铁青地离开了教室。苏林一也恼怒地看了看我，追着宋明跑了出去。他俩刚走，就有一些同学赶过来打听宋明的八卦，都被我以要复习的借口劝退了。上辈子这些人可能是受了宋明的威胁，做了伪证来诬陷我，可他们对我造成的伤害也是真的，哪怕是重生了，我也不想给这些人好脸色看。反正都要高考了，
以后也不会再有联系。过了没多久，上课铃就响了，可是宋明和苏林一都没有回来。我笑了笑，直接走到班主任身旁。老师，我看宋明同学和苏林一同学还没有回教室，他们会不会出什么事啊？班主任皱了皱眉，再等了2分钟才开口：林佳，你帮我看会儿同学，我出去找找看。老师，还是我去吧。刚才课间我跟他俩发生了争执，我找到他们想顺便道声歉。班主任犹豫了一会儿，还是同意了。快去快回，找不到就赶紧回来，别耽误你自己复习的时间。我笑着点头，走出教室，毫不犹豫地就往学校的器械室跑去。我蹑手蹑脚地靠在器械室的门上，果然听见了里面宋明和苏林一暧昧的声音。我赶紧将手机掏了出来，悄悄打开了门一个缝，偷拍起他俩运动的画面。我也是对这2人蛮服气的，刚在我这受了一肚子的气，居然还能有心思做亲密运动。我之所以这么笃定他俩会在这，还是因为前世我死后，可能是因为怨气太大，灵魂一直跟在苏林一的身后，看见苏林一一步一步地占据了本属于我的人生，看见他被我弟林奇带回了家，2人一唱一和，将我的死因说成了因网络霸凌而引起的自杀行为。他哭着和我爸妈说，和我的关系有多么好，是我最好的朋友，叔叔阿姨。林家虽然不在了，但我是他最好的朋友。你们是林家的亲生父母，便也是我的爸妈。从今往后，我会将你们视为我亲生爸妈一样对待。在林奇的怂恿下，苏林一直接住到了我家，霸占了本属于我的房间，穿着我的衣服，每天游走在宋明和林奇2个人之间。有次我跟着苏林一和宋明一起回到了学校，我跟着他们进了器械室，2人吻了没一会儿，便开始脱衣服坐上了。那时候我听到宋明说的话，才知道这2人以前没少跑到这器械室来约会。刚才我见他们这么久都没回来，便突然想到了这事，没想到还让我直接拍到了现场视频。我见拍的差不多了，赶紧收回手机，蹑手蹑脚地转身跑开，却没想到身后站着一个人。你在看什么？我吓了一跳，差点叫出声，赶紧捂住了嘴。看清楚眼前的人，我松了口气，赶忙拉着他走远了一些。沈之墨，你怎么在这里呀？我看你一直没回来，有点担心。我笑了笑，没事，我正打算回去叫老师过来抓现成呢。沈之墨看了看器械室，抿了抿嘴，他们应该没那么快结束，你留在这里吧。我跑得比你快，我去叫老师过来。我还没反应过来，沈之墨就跑掉了。我怔了怔，望着他的背影有些失神。沈之墨应该算是前世唯一一个站出来替我澄清的同班同学了。前世高考，他也只是以1分之差落在我身后，可惜他的澄清反而引起了网友的质疑，因为他家也有钱，还和我分数相差不大。网友都纷纷猜测他和我一样通过家里的关系做了弊，但其实沈之墨和我一样，全靠自己。我俩亦敌亦友，全年级第一不是他就是我。每次的考试对于我2人而言，不仅仅是考试，还是我们之间的比赛。听着有些幼稚，但我很享受这样互相监督、互相进步的感觉。前世我死后，灵魂飘在家里，经常会看见他来我家安抚我爸妈。他告诉我爸妈，讲述着我有多优秀，绝对不可能作弊，让我的爸妈要相信我。可惜，就算证实了我没作弊也没用了，我已经死了。不过好在是回来了。我长吁了口气，便看见沈之墨领着班主任走了过来，看着他们身后跟着的一群人，我一时有些傻眼。沈之墨扯了扯我的衣角，小声说道：“我直接跟老师说宋明和苏林一在那啥，他们就全跟过来了。”我默默给沈之墨竖了个大拇哥，便朝班主任说道：“老师，这事还是你去看看吧，临近高考了，他们还……”班主任气得直接向前走到器械室门口，一脚踹开了门，紧接着便听见苏林一的尖叫声。我故意后退一步，让其他同学能看到里面的画面。班主任气急败坏：“
你们两个在做什么？还不赶紧给我穿上衣服！高考都不到1个月了，你们满脑子竟然还想着这种事情，是不是想退学呀？尤其是你，苏林一同学，学校念及你家境苦难，给了你不少帮助，你就是这么回报学校的吗？我挑了挑眉，跟着人群挤进了器械室，就看见宋明和苏林一浑身赤裸的紧紧相拥在一起。宋明看见了我，瞬间炸了：“林佳，是不是你故意搞的鬼？你故意要整我和依依的？”我笑着扒开了人群，直接走到他跟前，又是一巴掌打过去。癞蛤蟆套青蛙皮，穿的不花碗得花，你自己做的事还想安在我头上呢？宋明，难不成你和苏林一翘课也是我逼你们的？是我把你俩锁到了器械室，还是我给你俩都下了药，让你们都情难自禁做起这种事啊？还是你有被迫害妄想症，自己做的事都归咎到别人身上，都说是别人逼你做的呀？哎呦喂，那可不得了了呢！这可是精神病啊，宋明，精神病时可是不能入伍的呀。可你要是连兵都当不了了，你还能做什么呢？宋明怒气填胸，正要伸出手来打我，他怀里的苏林一却突然呻吟了一声，我瞬间反应了过来，赶忙后退了一步。啧，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你俩还能结合在一起呢？宋明，这总不能是我逼着不让你抽出来的吧？一旁的沈之墨走了过来，用手挡住了我的眼睛。老师，这事还是你来解决吧。我和林佳先带同学回去复习去了。高考重要阶段，我们就不把时间浪费在这种事情上了。班主任也反应了过来，赶紧叫我和沈之墨带其他同学离开。临走前，我还听见班主任命令宋明和苏林一穿好衣服去办公室。后来，宋明和苏林一被骂了整整2节课，才灰头土脸地回到了教室。我听其他人说，倒是没请家长，但是2人都得写检讨，下周还得在主席台上念出来。啧，有够社死的。不过这都算轻饶他俩了。这件事当天下午就被挂在了校内的表白墙上了。除去我们高3的没太多时间吃瓜，低年级的都疯狂在网上讨论。不过光在校园内传播有什么意思？我反手便买了个热搜，直接把这事曝光到网上了。在这个时间段，一旦扯上高3生，关注量就极其的高，网上全是吐槽宋明和苏林一的，还有不少网友在扒2人的信息。我笑着收起了手机，下了车。我前世所遭受过的，总得也要让他们尝一尝才行。我刚走进家，就看见林奇冲了过来，指着我大骂：“林佳，你还有脸回来呢？你真是有够贱的呀，竟然敢欺负依依！”我不耐烦地直接推开了他。林奇，你能闭嘴吗？你一说话就把你的智商暴露了。你脑袋空不要紧，关键是别进水呀！我这么聪明的人，怎么会有你这么个残疾弟弟呀？简直是糟心！林奇瞪大了眼，跟个智障一样，又将手指指向自己，又指了指我。你居然说我蠢！我冷漠地瞥了他一眼，乐笑了。你难道不蠢？你要不要看看你现在的表情，就跟个二愣子一样。说我欺负苏林一，你有什么证据呀？哦，你该不会是说今天他和宋明在器械室浑身赤裸的啪啪啪被班主任发现的事，是我欺负他苏林一吧？请问苏林一是傻子吗？难道是我叫他去跟宋明啪啪啪，还当着众人的面呻吟出声的吗？林奇暴跳如雷：“你说谎！依依跟我说了，这事是假的，明明是你诬陷他的。林佳，你居然都敢撒这种谎了！我看你真的是欠教育了。你等着，我这就去告诉咱爸妈，你看他们怎么收拾你。”他话音刚落，爸妈就从屋外走了进来。林奇赶忙推开我：“爸妈，你们赶紧管管林佳呀，他居然欺负依依，诬陷依依跟宋明做。”他话还没说完，我爸直接一巴掌打在了他脑门上：“管你姐什么事？你一天这么闲，怎么不将心思都放到学习上？你看看你最近的成绩，林奇，你都初3了，你能不能学习下你姐，让我们省点心？至于那个什么苏林一，你姐根本没有错。对了，佳佳，
你还是离这种不自爱的女孩子离远一些。我笑着点头，故意当着灵奇的面说道：“我已经想明白了，我也不打算继续资助她了。当初苏林一跑我面前来说自己有多可怜，读不起书，我一时心软，一直资助她。结果没想到她反过来还对我跟灵奇的关系挑拨离间，还跟宋明勾搭在一块。我真是看错了人。”灵奇拧了拧眉：“你瞎说什么呢？依依哪里有在挑拨离间？明明就是你自己犯贱恶毒，看不得他好。”我妈直接拿起包就打在灵奇身上：“你这蠢货，我怎么生了你这样的混蛋？哪有你这么说自己姐姐的？”我叹了叹气，拉过我妈好生安抚：“算了，妈，不跟他见识，他还小，缺乏锻炼。我看他估计也考不上好学校了，还不如送他去宋叔叔那历练下吧。”我爸点头表示同意，我也是这么想的，免得哪一天给我在外面被人带坏了。还有灵奇，这段时间你最好夹起尾巴做人，被我发现你要还跟那个苏林一接触，你就给我滚出林家。我眯了眯眼，笑着看向愤愤不平的灵奇，她实在是太天真了，我可是她亲姐呀，几句话便能定她的去路了。我顺道又和爸妈说了下宋明今天如何维护苏林一后，还将过错推到我身上的事，气得我爸转头就要给宋明他爸打电话告状。第二天一早，宋明气冲冲地跑了过来：“林家，你为什么要取消对依依的资助？”我抬起头，直接白了他一眼：“你管那么宽，是不是经过你们家的粪车你都要尝尝咸淡啊？我决定做什么还需要经过你的同意吗？”他身后的苏林一慢吞吞地跟了过来，双眼通红：“对呀，林家，我知道你瞧不起我，嫌我穷，可当初说好资助我的人是你，你怎么能说不资助就不资助了呢？如果你是因为昨天的事置气的话，那我跪下来求你好了。”他说完这句就直挺挺地跪在我跟前，声泪俱下：“对不起，林家，我知道错了，可我真的很需要这笔钱。你家有钱，可以想一出就是一出，可我不行啊，我还要生活呀。”我不满地啧了一声，拽起苏林一，扯掉了他的项链，薅下了他手腕上的玉镯手链。我晃了晃，冷笑着往他脸上丢：“苏林一，你不是说你家穷，我资助给你学习的钱你就全拿去买这些大牌充门面了是吧？还好意思在我面前哭诉？我家的钱又不是大风刮出来的。你不将我资助的钱花在学习上，那我自然有停止资助的权利。还有你，宋明，你一个私生子，这有你说话的份吗？”苏林一颤抖着身子，直接倒在了宋明怀里哭，连一句反驳的话都说不出来。宋明紧咬下唇，阴沉着脸低声怒吼：“林家，你别太过分了！你别仗着跟我一起长大就可以四处曝光我的隐私，我是可以告你侵犯我的隐私权的。”我笑出了声：“哎呦，我好怕哦！那你以前仗着自己的身份横行霸道、搞威胁这一套的时候，怎么不吭声啊？那我是不是可以说你捏造虚假事实啊？”宋明涨红了脸，紧紧攥住了拳头。班主任就在这个时候走了进来，宋明瞧了一眼，快步走到班主任跟前：“老师，我要告林家校园霸凌我和苏林一同学，他取消了对苏林一的资助，还恶意诋毁我，你必须得惩罚他。”班主任冷着脸，嘲讽地说道：“闹什么闹？昨天的事还没教训个够吗？忘了昨天你们两个是怎么哭着求我不要请家长的了？”宋明非但没获取到帮助，反倒被班主任又拉着骂了一通。他也不想想，他和苏林一昨天搞出那么大的事，连网上都在讨论他俩了。身为他俩的老师，班主任肯定没少被学校领导约谈教育，人家正在气头上呢，宋明还不识好歹地凑上跟前找骂，真是活该。下课后，我刚走出教室，苏林一就凑了过来，他将我直接拉到了角落，四处张望，确定无人后，直接气愤地推了我一下：“林家，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就因为我和宋明哥哥还有灵奇的关系比你好，你就心里不平衡，要教训我吗？可招人喜爱又不是我的错，他们喜欢我，
那只能说明是你自己魅力不行。你凭什么取消掉资助？你当初可是口口声声说好了要资助到我上大学的。你都拥有那么多了，你家都那么有钱了，你分我一点怎么了？我告诉你，我不允许你撤销对我的资助。我彻底被苏林一的这套逻辑给气笑了。我家有钱，我就必须分给你。苏林一，我真的挺想向你要几张脸皮的。我瞧你这脸皮里3层外3层的，少几层皮，说不定就没这么不要脸了吧？一天看我好欺负，就逮着我使劲霍霍。你这么有本事，怎么不找你的宋明哥哥来资助你呀？哦，因为他私生子啊，宋家都不怎么管他的呀，又哪有闲钱来养你呢？苏林一，你有空来和我对峙，还不如好好想想自己的以后吧。苏林一面露阴狠，紧紧地抓住了我的手腕。你别露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我来和你私聊，是想给你个机会，让你懂点事，老老实实的继续资助我。否则等我进了宋家，你别怪我往死里整你。我笑出了声。进宋家，请问你的脑子里是进水银了吗？还认为自己能进宋家？苏林一明显是没听出来我在骂他，还高傲地甩了甩头发。宋明哥哥可是承诺我了，等我们高中一毕业，就先举办婚礼，到时候生米煮成熟饭，就不怕宋家不承认我。我冷声笑笑，懒得反驳他。这宋明还真是像他亲妈，想法都如出一辙。可他也未免太把自己当一回事了吧？我刚要离开，就看见不远处一个身形笔挺的男人，领着一群同样站姿的人往我们教室走。我笑出了声，回头看向苏林一：“你想生米煮成熟饭，就是不知道没宋明了，你还怎么生米煮成熟饭呢？”苏林一一怔，面露慌张：“你什么意思？”我没吭声，快步往教室走。刚进去，就瞧见宋叔叔一拳直接将宋明揍到了地上。宋叔叔挥了挥手，他身后的人就有条不紊地架起宋明，帮忙收拾起他的东西。跟过来的苏林一愣了愣，赶紧跑了过去：“你们这是在干嘛？宋明哥哥，你没事吧？”呜呜呜！苏林一生气地看向宋叔叔，直接指着他质问：“这位叔叔，你怎么能上来说打人就打人呢？还有，这里是学校，你们怎么能私自闯进来呢？”我扯了扯嘴角，有些无语。要不然说苏林一脑子住水银了呢？想在宋明面前表现，那也得分分面前的人是谁呀。我走上前：“宋叔叔。”宋叔叔转过身，冷淡的脸色在看见我后稍微缓和了许多。他摸了摸我的头：“抱歉，佳佳，我替宋明跟你说声对不起。宋明我先带走了，既然在学校不好好学习，那就别待在这耽误你们复习了。你好好考，到时候叔叔送你礼物。”我笑着谢过宋叔叔，目送他领着人离开了。我回头看向面如死灰、浑身颤抖的苏林一，感叹道：“苏林一，你的小脑可真发达呀，把大脑的地儿都给占了，还生米煮成熟饭呢，笑死了。”自从宋明被从学校带走后，苏林一再也不敢作妖了，安分了下来。再加上林奇也被我爸关在家里收了手机，苏林一想联系也联系不上。我又因为和沈之墨打了个赌，成天都忙着复习刷题，根本也没空搭理他。很快就到了高考，连着考了3天，总算能好好休息段时间了。沈之墨正好联系我，邀请我出国散心。我们两家本来关系也还不错，我便将沈之墨的提议告诉了我爸妈。我爸大手一挥，直接包了机，两家人一同出去旅游。不过说是玩，主要是他们大人玩。我和沈之墨又跑去参加了个竞赛，可惜我俩还是没分出胜负，获得了同样的分数，玩得差不多了，我们便飞回了国。刚到家就看见本应该在部队训练的林奇闲散地待在家里。我爸气坏了，叫嚣着要打他。林奇一反常态，讪笑说道：“爸，我这不是想等姐的成绩出来吗？谁特么信你的这些鬼话？你不搞幺蛾子就行了，赶紧给我滚回你宋叔叔那去训练。”我眯了眯眼睛，开口帮林奇说道：“算了，爸，
他这么关心我这个亲姐的成绩，就让他等到我成绩出来了再说呗，免得等下好戏开演了，他这个男配角不在了，多没意思啊！没过2天，高考成绩就下来了，班主任也打来了电话，我约好了第2天去学校面谈以及接受采访。刚挂断班主任这边的电话，沈之墨也打过来了，接到通知了。我笑笑，当然，明天一起呗。听到门外的动静声，我简单和沈之墨说了几句，便一把打开了卧室门。林奇失去了支撑点，直接向我扑了过来。我身子一侧，直接将他踢到了地上。林家，你踹我！你偷听我打电话，我还不能踹你了。这么着急，想知道我明天几点去学校？该不会是想给某些人通风报信吧？林奇脸上闪过一丝慌乱，连忙反驳：“你胡说！我早就跟苏林一没联系了。我身为你弟弟，我这是在关心你而已。我也没说是苏林一呀，你着急个什么劲啊？”我转身下楼，找到家里的保姆，特地大声地说道：“江阿姨，麻烦你明天早点给我准备份早餐，我明天早上点的去学校。”第2天一早，我和沈之墨到学校的时候，宋明他们3个人早早的就在一旁等候了。看着苏林一想上前搭话，我直接拉着沈之墨往里面走。现在还不是收拾他们的时候。我更好奇的是，我和沈之墨2人的成绩，这次高考的试卷换成了乙卷，和前世并不一样。我虽然有信心不会和前世相差太大，但我和沈之墨可是打了赌的，谁要是成绩比对方低，可是得答应对方一个条件的。可当我知道我俩成绩的时候，我简直哭笑不得。哪怕是换成了乙卷，我还是考到了省状元，而沈之墨和我1分不差，1分不多，并列状元。我和沈之墨都选择了北大，当场签好了合同。接下来就是接受访问的时候了。学校领导领着我们走到教学楼外，安排好站位，开始了采访。沈之墨看见跟过来的站在镜头外的苏林一3个人，看了看我，我笑着摇头，示意不用搭理。主持人刚介绍完我状元的身份，苏林一便故意凑了过来：“林家，你好厉害呀，居然真的考到状元了！哎，那时候我叫你帮我给我押题，你还不愿意，说自己肯定能中状元，真羡慕你呀！家里有钱，还没考试就知道自己能考中状元了，不像我，怎么复习也考不过你。”班主任瞬间气炸了，强行拉过苏林一：“苏林一，你在胡说些什么？你自己什么德行，还用我来挑明吗？”我缓缓看向正对着我的镜头，轻声说道：“叔叔，确定是在直播吧？”摄像师呆呆地点了点头。我冷笑，反手拽着苏林一的头发，又把他拉进了镜头前来。各位屏幕前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看清楚了，看清楚这白眼狼长什么模样！我反手一巴掌甩在了他脸上，当着镜头直接发疯：“苏林一，我瞧你左看向白痴，右看向傻子，上看向头猪，下看向头驴，你能别出来丢人现眼了行吗？资助过你简直是我的人生最大的污点，拿我资助你学习的钱去钓凯子，在高考最后1个月跟我的竹马在器械室当众啪啪啪，还勾引我亲弟，现在还来质疑我的成绩有水分，你要不要脸呢？”几句话直接将苏林一的身份给点明了，他不就是想火吗？我让他火。宋明和林奇气急败坏地将我和苏林一拉开，张嘴就要骂我，我直接反手用巴掌堵住了他们2人的嘴：“你俩可别开口跟我说话了，我这人有洁癖，闻不得臭味。我家真要能只手通天，早就知道了高考题目。那请问林奇这中考怎么还落榜了呀？他不也是我林家的吗？一个连1模2模都游走在录取线边缘的人，是谁给你的底气来给我泼脏水的呀？是和这2个男的乱搞给你的勇气吗？”我反手就掏出手机，直接将早就准备好的视频对到了镜头前。来，摄影师切近景，给镜头前的都好好瞧瞧，就是一段苏林一和宋明在器械室的视频，还有一段
是苏林一和林奇前几天回林家，监控拍下来的视频。苏林一脸色彻底白了，着急忙慌地想跑过来抢我的手机，我一脚就踹开了他。他乞求似的看向宋明，可宋明正忙着接电话。他又看向林奇，林奇也忙得不可开交的和电话那头的人争辩。我可是特地给宋叔叔打了电话，嘱咐了他一定要看直播的，还有我爸妈也在看着呢。沈之墨静静地等着我表演完一切，才憋着笑说道：“我可以作证，林家所说的都是真的。而且，要是按照苏同学所说的，难道我的状元也是靠作弊换来的吗？你是在质疑我们当地的教育系统以及全国的高考机密性吗？”沈之墨的话把还在吃瓜的一众领导给彻底惊醒了，连忙站出来澄清：“高考试卷可是国家机密呀，再有钱也没人有钱到能花钱就买到机密呀。”可惜前世苏林一抓着网友仇富这一点，不断地激起网友的怒意，不断地在网上带节奏，甚至质疑本地官方。人云亦云，再加上一些境外势力见缝插针，就算是有理智的人的发言，也引不起那群人的注意。他们只认定自己所认为的，就像苏林一天真的认为自己能凭借几句话就诋毁掉我。前世他是侥幸，这次他根本不会有机会侥幸成功，因为这场直播，宋明3个人彻底火了。宋明被赶出了宋家，林奇也直接被我爸赶到了深山老林里面去当守山人，一辈子都别想出来了。至于苏林一，网上全是骂他的，连带着之前他在器械室和宋明的事再一次被人翻出来议论。苏林一秉承着黑红也是红的道理，还开启了直播，开始哭穷，诉说着我这位有钱人家的大小姐是怎么校园霸凌他的。可这次可没几个人信他的了呢，天天跑去他直播间骂他的人大有人在。不过流量的时代，有人骂也是一种流量，要不说苏林一脸皮厚呢，没多久就跟个没事人一般，在直播间带起了货，还招募起团队来了。我自然是不会让他好过的，反手便将收集到的他陪睡榜一大哥的事情爆了出来。网上全是他的小视频，他的账号直接被平台封号了。他刚签约的公司当场要解约他，还要求他付巨额赔偿金。我正在家里收拾行李的时候，宋明不知道怎么的突然跑来我家了。他跪在门口，痛哭流涕地请求我原谅：“对不起，佳佳，我知道错了。我们可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呀，看在这么多年的友谊，你帮帮我好不好？我爸最喜欢你了，你去和他说一声，他肯定就会让我回宋家的。我以后绝对不会再做出这种事了。我就是一时糊涂，觉得苏林一比较新鲜，和你不一样，我就玩玩而已。真的，你相信我，我心底最喜欢的人还是你。”我身上起了一阵鸡皮疙瘩，觉得十分恶心。眼看宋明伸出手要抱我小腿，沈之墨直接拉开我，一脚踹在了宋明脸上。“佳佳是你能叫的。”宋明疼得捂住了鼻子，看见是沈之墨，愣了一下：“你怎么在这里？”我白了白眼，他怎么不能在这里了？反倒是你，你的戏可以像你的钱一样少吗？你当我不知道你是宋叔叔给你的钱被你花完了，快活不下去了，才跑来跟我演戏呢？宋家算是对你不错了吧？给你留了笔钱，才把你赶出了家，你自己非要拿去赌的倾家荡产，怪谁呀？哦，可能得怪苏林一吧。我看着正怒气冲冲走过来的苏林一，向宋明指了指他：“你的好依依可是靠着直播赚了不少钱呢，你要缺钱找他去，我这不是废品站，不收废品。”我反手就关上了门，趴在门上，听见宋明和苏林一在我家门口争吵，吵了好一会儿，苏林一就被宋明拽走了。后来我在网上刷到了宋明和苏林一的消息，蓝底白字，说是宋明偷走苏林一的钱财，准备逃走的时候，被苏林一撞了个正着。宋明多少还学了点身手，几招下去就把苏林一给弄死了。他大半夜跑去海边丢尸，结果被人撞见了，这辈子恐怕是出不来了。
不过好消息是他再也不用愁活不下去的事了，毕竟他这也算是端上了铁饭碗。我关掉了界面，轻轻拍了拍靠在我肩膀上的沈之墨：“别睡了，该登机了，该去迎接我美好的大学生活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了。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请为我点个赞和订阅。如果您有任何建议，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希望今天的故事在你心中留下清香。我们下期视频再见。